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种花的经验。今天呢，到了秋天了，果实成熟了，我们就分享一下在后院种果树。这其实呢，很多人都是有院子的，那后院里面种2棵果树，到秋天享受这个丰收的果实，也是蛮欢喜的一个事情。种这个后院的果树怎么种？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么5个因素。第一，看这个院子，所有的果树都是需要阳光的，那一定要找一个开阔有阳光的位置，这样的话以后它才能生长好。第二一点要注意，这个果树呢，它是结果需要时间的，通常它是5岁的时候开花，8岁的时候才进入盛果期。那这就要有思想准备，怎么买苗，怎么培育。那第3一点就是果树的配置问题，因为好多果树它授粉的特性不一样，有的是可以自花授粉。那什么叫自花授粉？比如说像这个无花果树，它自己一棵树自己能完成这个授粉过程，就不需要栽很多棵。但是像樱桃、苹果，它需要不同的2棵树之间的花粉授粉结实力才高，那就需要考虑配置授粉树的问题。那第4方面，怎么去选苗，什么时候育栽，那就有讲究。通常的话，我们选果树最好的时间是在6、7月份，到苗圃里边选人家大盆栽的，已经结果的，那个时候你能看到实实在在它已经开花了结果了，那表明它起码是5岁了6岁了，那个时候买回来你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品种。但是有的时候时间不能凑巧，那春天买的人更多，那怎么办？当然一定要看标签，要选这信誉好的苗圃。同时的话，栽的时候就非常讲究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带这个盆的，带盆栽的好处是可以保证100%的成活，但是呢，它有讲究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很多果树是人家这个早春或者去年秋天才栽到盆里面去的，如果你买回来就积着托盆去栽，很可能会栽死。那现在有这个技术，它是用这个纸盆来移栽的，就是栽在纸盆里面，这个纸盆栽到地里面去以后，纸盆会慢慢会分解，那根就能长下去，所以放心的栽就没问题。所以在这个移栽方面有讲究。像这种的话，纸盆的果树，这个春天买回来就可以栽。如果是在塑料盆里面的话，那最好等1季再栽。掌握好这几个因素的话，就可以去着手这个种果树的问题。当然，至于培育的话，有个过程，我们这个以后慢慢会分享。我就先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。好，这是著名的苹果，它的品种叫 Arborosia， 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苹果品种。但是呢，它的特点就是自己一棵树自花授粉，那是结实力很低，那就需要给它找这个伴。好，我们找了不同的品种，这个叫 Honey Crispy， 这个也是味道非常好的一个品种。另外的话，这还有一棵，那就是2棵 Arborosia 配了1棵 Honey Crispy， 这样解决它的授粉问题。这边这一个好像很孤独，其实不是，这个是西梅。西梅它属于一个自花授粉的品种，那自己开的花给自己授粉没有关系，可以的。那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授粉问题，搞清楚它是可以自花授粉还是需要异花授粉。这是一个杏树，这杏树也是它自花授粉的，自己给自己授粉都可以结实的，所以我们只栽1棵就够了。当然这个树型的话，需要有一个培育过程，我们到修剪的时候再讲怎么培育这个树型。看起来我这个院子里栽这么多果树是有点多，但是按照我的方法去培育，让它大概有我个子那么高，就能结很多果子。我们到
春天修剪的时候再分享这个怎么修剪，怎么培育树形。这是无花果树。无花果呢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考虑什么授粉的问题，它自己可以给自己授粉。但是有的朋友会问，这个无花果它是不是分公的分母的？其实不是了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品种上的差别。另外的话，无花果有个毛病，小的时候抗寒性非常差，但是长大以后就没问题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咱们买来以后，开始这第一年冬天，需要去采取一些措施。那措施呢，主要是2个，一个这个树旁，如果说冬天雨雪多，那个这个地方一定是不能积水的，保证不结冰，因为它往往受害是在这个反复结冰解冻之间，靠地这个部位冻伤了，出问题。所以我们到叶子落了以后，我们要做一些处理，把这个茂起堆起来，保证不积水。就像这块这样，防寒就妥妥的。这第一。第二的话，对无花果树可以进行适当的包裹，就是找这个麻布片，裹一下。等它长大了就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了。另外，多伦多和这个温哥华还有差别。温哥华的话，冬天没那么寒冷，多伦多是特别寒冷。那考虑品种的时候就要考虑特别耐寒的品种。这个有这种品种，挑这个品种以后就放心的吃。我们看这个无花果其实蛮不错的，今年才买来，那么高一个小苗，它已经结了很多果子。其实我们已经采了几个吃了，看来这还有成熟的希望，结果性非常好。那挑这种品种就好了。这一棵是一棵樱桃，也叫车厘子。那我们为什么这只栽了1棵呢？首先的一个原因，我们了解这个樱桃品种它是必须是异花授粉的，所以它需要有个瓣儿。但是我们这呢只有1棵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我了解了一下，我们隔壁邻居他有樱桃树，所以我们不操这个心。通常就是决定在哪一个范围有效，25米到30米之间，这个范围有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25米、30米范围之内有同样类型的果树，那栽1棵也可以的，这样就决定好了。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没有，那就配对栽，最可靠。这就是配置授粉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。谢谢大家。